歡迎嚟到懸疑檔案。1979年5月25號，美國曼哈頓發生咗一單轟動全城嘅失蹤案。一名6歲嘅細路仔喺返學途中離奇失蹤，父母一直都冇放棄揾佢，直到38年之後，呢單案先至真正咁落下帷幕。而家就等我哋先返到1979年，睇下當年到底發生咗乜嘢事。本案嘅主角叫做 Ethan， 於1972年10月9號喺曼哈頓出世。佢喺屋企排行第2，有一個家姐同埋一個細佬。佢哋同父母一齊居住喺紐約蘇豪區嘅一棟公寓度。佢嘅爸爸 Stan 係一位攝影師，而媽媽 Julie 就喺屋企度經營托兒所。1979年5月25號早晨8點，Ethan 帶咗佢最中意嘅飛機師帽，着上藍色嘅外套，搭配牛仔褲同埋藍色波鞋，再孭上印有大象卡通嘅書包，準備返學。當時 Ethan 向媽媽表示自己已經大個仔，所以希望媽媽可以同意俾佢獨自步行到2個街區以外嘅校車站度等校車。考慮到 Ethan 等校車嘅地方同佢哋嘅公寓只有大約100米嘅距離，所以媽媽就同意咗 Ethan 嘅要求。Julie 陪住 Ethan 落樓，錫咗佢一啖，並目送佢行過咗2個街區。Ethan 喺路口轉彎之後就消失喺媽媽嘅視線啦。事實上，Ethan 喺轉彎之後再步行大約50米就會到達校車站啦。所以 Julie 亦都放心咁返到咗公寓。萬萬估唔到，今次亦都係佢最後一次見到 Ethan 啦。放學之後，Ethan 遲遲都冇返屋企。當時 Julie 以為仔仔可能係貪玩而去咗鄰居嘅屋企，佢撳咗鄰居嘅門鐘，但係鄰居嘅小朋友就表示自己成日都冇見過 Ethan， 佢冇上到校車，亦都冇去到學校返學。事實上，Ethan 嘅老師喺當日早晨已經發現 Ethan 無故缺席，但係佢就冇向學校報告，亦都冇通知 Ethan 嘅父母。呢個時候，距離 Ethan 失蹤已經過咗8個鐘。Julie 唯有報警求助，警方即刻派出咗100名警員同埋數隻警犬參與搜索行動。社區嘅居民亦都非常熱心咁加入咗搜索隊伍，希望可以盡快揾到 Ethan。另一方面，Ethan 嘅父母亦都印咗好多尋人海報喺社區度派發。隨住 Ethan 失蹤嘅新聞被報道出嚟之後，Ethan 嘅尋人啟事亦都被放到咗紐約時代廣場嘅大銀幕上，可以話係成個紐約都喺度關注緊呢單案。2日之後，有人報警話自己曾經喺案發當日見到一個細路仔同一個大約40歲嘅金髮男子喺校車站附近傾偈，但係佢冇辦法確定嗰個細路仔係咪 Ethan。由於報案人俾出嘅線索十分含糊，所以並冇為案件帶嚟任何進展。幾個禮拜嘅時間過咗，搜索行動依然冇任何嘅進展。當時警方曾經一度懷疑 Ethan 嘅失蹤同父母有關，但係經過調查之後，最終都係排除咗佢哋嘅嫌疑。呢個時候，大家開始懷疑 Ethan 會唔會已經被帶嚟咗紐約，於是警方開始擴大搜索範圍，但係就依然冇收穫。之後有人提出咗一項建議，因為美國人有每日飲牛奶嘅習慣，不如就將 Ethan 嘅尋人啟事印喺牛奶盒上邊，咁樣可以加深民眾對 Ethan 嘅印象。如果有人見到佢，亦都可以第一時間聯絡警方。美國大部分嘅牛奶商家都同意咗呢項建議，將 Ethan 嘅尋人啟事印喺上邊，而 Ethan 亦都成為咗第一個被印喺牛奶盒上邊嘅失蹤兒童。有咗 Ethan 呢個先例之後，牛奶盒上邊亦都漸漸出現咗其他失蹤兒童嘅相。喺嗰個網絡唔發達嘅年代，呢個方法確實幫咗好多家庭揾翻自己失蹤嘅小朋友。遺憾嘅係，Ethan 都係成為咗少數冇辦法同屋企人團聚嘅嗰一個細路。1983年，當時嘅美國總統 Ronald Reagan 宣布，將 Ethan 失蹤嘅5月25號定為全國兒童失蹤日，提醒大家將兒童嘅安全視為首要嘅任務，並向所有持續努力協助失蹤兒童同屋企人團聚嘅人士致敬。1985年
接手伊坦案嘅地區檢控官發現，一個叫做何西嘅男子可能同案件有關。42歲嘅何西嚟自 Puerto Rico， 佢係一個流浪漢，亦都係一個戀童癖，並有住多項侵犯兒童嘅前科。佢經常揸住改裝過嘅校車喺城內穿梭，並利用小玩具誘拐細路仔上車，再侵犯佢哋。當時有好幾個細路仔指控何西嘗試利用玩具誘拐佢哋去到一個下水道入邊。之後，警方嚟到咗下水道進行搜查，並喺入邊發現咗大量何西同其他細路仔嘅合照，而呢啲細路仔嘅年齡同埋髮色都同伊坦相仿。喺接受警方問話嘅時候，何西表示佢喺案發當日曾經將一個細路仔帶咗返屋企，準備實施侵犯，但係細路仔不斷咁掙扎，所以何西就將佢送到地鐵站，等佢搭地鐵返屋企。何西堅稱自己並冇傷害嗰個細路仔，佢甚至唔確定嗰個細路仔到底係咪伊坦。佢係喺見到新聞之後先至覺得嗰個細路仔同伊坦好似。之後又有人向警方舉報，何西嘅前女友曾經做過伊坦嘅保姆，所以佢非常熟悉伊坦校車嘅行駛路線。雖然種種跡象都表明何西好大可能涉案，但係喺冇實質證據嘅支持之下，警方根本就冇辦法起訴佢。雖然係咁，不過人在做天在看，何西喺1990年就因為另一單猥褻兒童罪而被判入獄20年。由嗰個時候開始，伊坦嘅爸爸 Stan 每年都會喺伊坦嘅生日同埋佢嘅失蹤紀念日當日寄一份伊坦嘅尋人海報俾監獄入邊嘅何西，並喺海報後邊寫住你到底對我個仔做過啲乜嘢。然而何西就一直堅持否認自己殺咗伊坦。時間嚟到咗2000年，警方依然冇放棄調查，佢哋申請咗搜查令，再次搜查何西當年居住嘅公寓，可惜並冇發現任何線索。喺律師嘅建議之下，伊坦嘅父母做出咗一個痛苦嘅決定，向法庭提出宣告伊坦死亡嘅申請，因為只有咁做，佢哋先至可以向何西提出民事訴訟，指控佢因為過失而導致伊坦死亡。2004年，法庭裁定伊坦嘅父母勝訴，何西必須向佢哋支付200萬美元嘅賠償金。當然，佢哋最後並冇收到呢筆錢，而案件亦都似乎被畫下咗句號。2010年，新上任嘅地區檢控官決定對本案重啟調查。呢個時候，距離伊坦失蹤已經超過咗31年。如果佢仲在世嘅話，佢今年已經係38歲啦。地區檢控官翻閱咗案件嘅所有資料，並發現咗一條可疑嘅線索。伊坦喺失蹤嘅前一日，曾經去過距離佢屋企冇幾遠嘅一個地下室度。呢個地下室係一位雜工嘅工作室。伊坦當日幫呢位雜工做咗一啲跑腿嘅工作，並獲得1美元嘅酬勞。詭異嘅係，喺伊坦失蹤冇幾耐之後，呢個工作室就被重新裝修啦。2012年4月，警方嚟到咗呢個工作室進行地毯式嘅搜查。佢哋鑿爛咗石屎，撬開咗木板，即使反轉咗成個工作室，亦都冇發現任何關於伊坦嘅線索。不過，警方呢一次嘅大規模搜查行動，唔單止再次將伊坦案帶返大眾嘅視野，仲為案件帶嚟咗新嘅轉機。幾日之後，一名男子聯絡咗警方，並表示自己嘅姐夫 Pedro 可能同案件有關。佢同警方講， Pedro 曾經喺教會度同其他人講，自己喺好多年前殺咗一個細路仔。當時大家都冇將 Pedro 嘅說話當真，直到前幾日佢見到有關於伊坦案嘅新聞報道之後，先至將呢兩件事聯繫起嚟。現年51歲嘅 Pedro 係一位粗工，冇犯罪記錄。巧合嘅係，案發當年18歲嘅佢就喺校車站附近嘅雜貨鋪度打工，並且喺伊坦失蹤冇幾耐之後就匆匆搬到咗紐約市生活。咁樣睇嚟，Pedro 確實有好大嘅嫌疑。於是警方即刻請佢嚟到警局問話。經過咗7個鐘頭嘅盤問之後，Pedro 終於承認自己就係殺死伊坦嘅兇手。
並交代咗案發經過。案發當日，伊坦獨自步行去到校車站等校車，途中佢經過咗雜貨鋪，就打算拎住前一日賺到嘅$1買一支汽水獎勵自己。嗰個時候喺鋪頭度執緊貨嘅 Pedro 突然之間有咗一個邪惡嘅念頭，佢伊坦同佢一齊去到地下室度拎冰凍嘅汽水，然後佢就趁住伊坦冇為意嘅時候喺後邊捏住佢條頸，直到佢停止咗呼吸。跟住佢就將伊坦嘅遺體裝入垃圾袋，放入冰櫃度冷凍，之後再將遺體抌咗喺附近嘅垃圾站。由於案發至今已經過咗30幾年，要揾翻伊坦遺體嘅幾率根本就係零。跟住 Pedro 就被警方逮捕咗。2013年 Pedro 嘅律師以精神病為理由，要求法庭撤銷 Pedro 嘅控罪。Pedro 嘅精神評估報告指出，佢患有思覺失調，經常都會出現幻覺，導致佢冇辦法將現實同埋幻覺區分清楚，亦即係話佢可能認為自己殺咗人，但係事實上佢並冇殺人。另外，律師亦都指出，警方喺長達7個鐘頭嘅盤問過程中，只有最後1個鐘頭有進行錄影，所以佢哋絕對有理由相信警方喺呢6個鐘頭入邊不斷咁對 Pedro 施壓逼供。作為一個智商只有70嘅輕度智力障礙患者，佢絕對有可能因為冇辦法承受巨大嘅壓力而屈服認罪。不過，法庭最終都係駁回咗佢哋嘅申請。2015年1月，本案正式開審。呢場審訊歷時4個月。不過喺冇屍體、法醫證據，甚至係動機嘅情況之下，陪審團一直都冇辦法達成一致嘅裁決，最終導致審訊無效。2017年喺經過重審之後，法庭最終裁定 Pedro 2級謀殺同埋1級綁架罪2項罪名全部成立，判處終身監禁，25年內不得假釋。事實上，喺過去嘅30幾年入邊，一直都有唔少人聯絡伊坦嘅父母，並表示自己就係伊坦。雖然最後都證明咗佢哋只係想渾水摸魚，不過伊坦嘅父母一直都抱持住一絲希望，佢哋樂觀咁相信伊坦仍然喺世界嘅某一個角落生活緊。佢哋唔敢搬屋，亦都唔敢換電話號碼，因為佢哋驚伊坦返嚟嘅時候會揾唔到佢哋。喺法官敲下木錘嘅嗰一刻，呢單橫跨38年嘅案件正式落下帷幕，同時亦都宣告咗伊坦永遠都唔會再返嚟嘅事實。之後，伊坦嘅父母賣咗蘇豪區嘅公寓，並搬到咗夏威夷展開新生活。雖然本案嘅結局令人感到遺憾，但係伊坦嘅失蹤喺某程度上亦都提高咗大眾對於失蹤兒童嘅關注。從牛奶盒上嘅尋人啟事到後嚟嘅 Amber Alert， 亦都確實幫咗好多家庭揾翻自己嘅仔女。但係，與其亡羊補牢，不如未雨綢繆，提升小朋友嘅安全意識，令警戒心成為保護自己嘅武器。